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。你们最近好吗？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？那这期影片我们来分享5月份的美债券 ETF 的除息懒人包。首先，联准会具有利率投票权的官员总共有12位。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位是托马斯·巴尔金，他是美联储官员当中呢偏向于比较鹰派的官员，也就是他的态度呢是认为货币政策要比较紧缩。那托马斯·巴尔金在这个礼拜就表示，他认为现在劳动力市场的强劲为联准会呢提供了时间，让联准会在降息之前可以获得足够的信心，也就是呢通膨可以来到 2% 的信心。而且呢他表示现在通膨依旧是非常的高，因为我们现在的 Core PCE 呢是来到了 2.8%。那托马斯·巴尔金他认为现在的通膨依旧是非常的高，但是呢他乐观的认为现在的基准利率 5.25% 到 5.5% 是足够限制性的，可以去限制市场的消费，这样就可以使通膨回到 2% 的目标。那这时就有人提问，已经提升到 5.25% 到 5% 这么久的时间了，难道还不够吗？那托马斯·巴尔金就表示，加息的全面影响尚未完全显现，因为他认为政策利率的话呢是会有滞后性的，所以呢他认为这些政策的利率和 5.25% 到 5.5% 的这种高利率是还没有完全的反映到市场上面。那这时又有记者提问，难道他们不怕经济衰退吗？那托马斯·巴尔金就表示，联准会现在更担心的是通膨过高的影响，而不是经济衰退的风险哦。好，托马斯·巴尔金表述完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现在对利率的预期。那现在市场上对今年度最快降息的月份呢是落在9月份的时候呢，那降息的几率的话呢基本上是超过了 70%， 然后呢有 50% 左右的几率呢是会降息1码。那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呢，市场现在预计呢会降息到 4.75% 到 5% 之间，也就是相对于现在的话呢是降低2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美债券 ETF 5月份的除息表。那首先的话呢，我们先介绍美债以及金融债券 ETF。那5月份的时候，美债 ETF 总共有2档会进行除息，那金融债 ETF 的话呢，则是有6档。那从这个表格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资产规模最大的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 ETF， 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2097亿台币。那第二大的就是金融债券 ETF 的 00773B， 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893亿台币。那受益人数的部分的话呢，最多的就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 ETF， 它现在的受益人数已经突破了319000人了，是台湾债券 ETF 当中呢受益人数最多的一档 ETF 哦。那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 ETF， 它的受益人数也是来到了12万多人，也是非常的多。那受益人数的多寡呢，是显示这档 ETF 对投资人的吸引力。那受益人数越多的话呢，就代表这档 ETF 呢它越受欢迎哦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内扣费用，内扣费用最低的就是 00795B 的中信美国20年期的公债 ETF， 它的内扣费用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只有 0.15%， 是这几档 ETF 当中呢是最低的。那金融债 ETF 当中最低的就是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， 它的内扣费用的话呢则是 0.29%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平均票息率。那平均票息率最高的就是 00846B 的富邦欧洲银行债 ETF， 那这档 ETF 它的一个平均票息率是来到了 5.6%。 那平均票息率越高，往往代表它之后的殖利率的话呢也可以配发的比较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项除息频率。那除息频率只有2档 ETF它是属于月配息的，分别是 00773B 跟 00933B， 那其他 ETF 的话呢都是属于季配息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5月份的殖利率表现。那5月份殖利率表现在美国公债当中最高的就是 00795B 的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期 ETF， 它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1.3%， 而且呢它也是近4季殖利率当中呢最高的，在美国公债当中是属于 4.3%。 那金融债 ETF 的话呢则是 00786B 的元大10年 IG 银行债 ETF， 它的5月份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1.5%， 然后它近4季的累积殖利率也是来到了 5.8%。是金融债 ETF 当中呢配息最多的。好，那再来我们来看填息天数。那填息天数如果越短的话呢，就代表这档 ETF 呢它带给投资人的效益是越高的。那这几档 ETF 当中呢，最快填息的
的就是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， 它的填息天数基本上都是在10天以内就完成了，最快的话呢，甚至2天内就可以填息完成哦。那也主要是因为这档 ETF 它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， 所以呢，它每次配息的话呢，金额相对比较小，那就比较容易去进行填息。那如果是美债 ETF 的话呢，是00795B 的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期 ETF， 它的填息天数的话呢，相对于00679B 的话呢，它是更加的优异哦。好，那再来我们来看存续期间。那存续期间的话，美国公债 ETF 有2档 ETF， 它们的存续期间都是来到16年以上，所以这2档 ETF 它们对利率的敏感性就是比较高的。如果你要做债券的价差，那这2档 ETF 会是不错的选择。那金融债 ETF 有2档 ETF， 它的存续期间比较短，分别是00780B 跟00846B 这2档 ETF， 它们的存续期间大概就是6年多，是比较短的。那其他 ETF 的话呢，基本上都是来到12年左右。那下面的话呢，就是收益平准金还有保管银行，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自己观看。那除息日期的话呢，基本上都是落在5月17号，也就是礼拜五的时候。那只有一档 ETF 它是落在了5月21号，那这档 ETF 就是 00844B 的星光15年 IG 金融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公司债 ETF 在5月份的除息表。那公司债 ETF 的话呢，我分为高评级跟投资级的。那我们有把产业类型的一个公司债，还有非投资等级的公司债列入其中哦。好，那高评级的公司债的话呢，分别有4档。那这4档 ETF 我放在左边这一边，是深蓝色的。那如果是投资级的公司债 ETF 的话呢，则是有5档。那我把它放成浅蓝色的，放在右边这一边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资产规模这个项目，你可以看到，在这些所有列出的债券 ETF 当中呢，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00772B 它和群益业居头等债 ETF 00937B 这2档 ETF 都是在公司债 ETF 当中呢，资产规模等级是破1000亿的一个 ETF 哦，他们的资产规模等级都来到了1331亿跟1282亿哦。那这边看到了00772B 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， 虽然它的资产规模是这几档 ETF 当中呢最多的，但是呢不代表这档 ETF 它现在依旧是非常的热门哦。你可以看到 00772B 在4月份的时候呢，它的受益人数是大减了1000多人00772B 它现在的热门程度基本上可以说是在吃老本它3月份跟4月份都有出现投资人逃离的状况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内扣费用。那内扣费用最低的就是00761B 的国泰 A 级公司债，它的内扣费用是 0.28%。那第2名的话呢，就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， 它的内扣费用则是 0.31%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平均票息率。那平均票息率的话呢，就要看到群益1到5年的投资级公司债 ETF 00860B 这档 ETF 它拥有最高的平均票息率，它的平均票息率是来到了 5.9%。好，那另外一档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 00937B 它的平均票息率也有 5.8%。那这边你可能会有疑问，为什么短天期的债券 ETF 好像是群益1到5年的投资级债 ETF 它可以有这么高的票息率呢？那主要原因就是2022年到现在为止，美债殖利率呈现了严重的倒挂，也就是短天期的债券呢，它配发比较高的殖利率，所以如果你在现阶段去投资那种短天期的债券，你就可以承受比较少的风险，但是呢，你却获得比较高的票息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除息频率。那有2档 ETF 它是属于月配息的，就是 00772B 跟 00937B， 那其他的 ETF 都是属于季配息的。那月配息的 ETF 虽然它可以让投资人拥有更频繁的现金流，但是我们投资人更应该要注意这些月配息的 ETF 它是否真的有提供比较高的报酬率，要不然你可能获得了很多的现金流，但是呢你实际的报酬却是负数的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5月份的殖利率。那5月份殖利率的话呢，就要看到群益1到5年的投资级债 ETF 00860B 它在5月份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1.4%， 它近世纪的累积殖利率也来到了 5.6%， 它是这些 ETF 当中呢最高的，而且这档 00860B 它的内扣费用也是非常的低，只有 0.44%。 那综合以上的优点的话呢，我们看一下它4月份的一个绩效排名，你可以发现到这档 ETF 它在4月份的绩效排名是排名在前5名的，而且呢它2024年的年度的总含息绩效的话呢，也是排名在前5名的哦，表现是非常的优异。那我从这档 ETF 当中呢，我也看到了一个趋势。
如果你在2023年到2024年这2年的期间，你有使用到这个趋势的话呢，你投资债券 ETF 几乎都是赚钱的。那这个趋势的话呢，是有3个重点。那第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去投资短天期的债券。那为什么要去投资短天期的债券呢？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，现在的美债殖利率啊是出现了严重的倒挂，也就是呢短天期的债券呢，它配发比较高的利息。所以如果你这时候呢，你有去投资短天期的债券的话呢，那在利息的部分的话呢，你一定是拿的比长天期的债券还要多。那第二个重点就是呢，去投资那一种投资级的债券或者是非投资级别的债券，因为这些债券呢，它们的风险相对高评级的债券会比较高，那他们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息哦。那第3个重点就是存续期间比较短的债券。因为存续期间比较短的债券，它受利率的波动影响就比较小。虽然它呢在降息的时候呢，可能不会获得多少的报酬，但是呢，在降息的预期一直往后递延的一个状况之下，这些债券 ETF 它们就比较不会受到负面的打击哦。那如果你投资债券有符合上面这3个重点的话呢，那你基本上从2023年投资到2024年，你的报酬率应该都会超过 20% 哦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在现在为止，今年报酬最好的5档 ETF 都有符合以上的特征，它们都是属于短天期的债券 ETF 哦。反观最热门的像是长天期的，然后呢对利率敏感的美国公债 ETF 呢，它们的报酬率啊都是垫底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回来看公司债券 ETF 的除息表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填息天数。那填息天数呢，最快的就是中性高评级的公司债 ETF， 它平均的话呢，填息天数是最短的，而且呢，它甚至啊只要1天的时间啊就可以填息完成哦。好，那这些 ETF 他们的收益平准金，还有他们的存续期间，还有他们的保管银行，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自己查看。那除息日期的话呢，这几档 ETF 基本上都是在5月17号进行除息的。那只有一档 ETF 00775B 的星光头等债15加 ETF， 它是在5月21号进行除息的。今天分享的这2个表格，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可以直接不用填写任何资料，就可以免费进行下载咯。好了，讲到这边 Kevin 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今年买美债的一些心得。那我今年为止呢，主要是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，这是我今年主要投资债券的方法。我会将这些债券呢持有到期呢，借此来获得固定的利息以及返还本金的部分。那我投资这些美债，他们今年都可以给我带来至少 5% 的年均报酬率。那我是如何直接去投资美债呢？那我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去直接投资美债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最近在5月6号买的这一档美债。那这档美债的话呢，它是在1年内会到期的美债。那这档美债的话呢，它的到期日期是在2024年的4月30号，它的票面利率的话呢，则是 4.5%。那我买这个美债的话呢，总共花了19903美金，然后手续费的话呢是5美金。那换算起来的话呢，交易手续费大概就是2/1000。那我觉得是非常的便宜啊，因为如果我们是使用台湾的副委托去购买美债的话呢，虽然他可能会说你不用缴手续费，但是呢，你拿到的报价一定会比较差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的手续费啊，肯定都不止2/2.5啊。那我购买这个债券的话呢，我主要都是会持有到期，拿回本金以及利息的部分，我并不会提前的卖出，因为主要就是如果我们将这些债券提前卖出的话呢，那我们就要付出卖出的交易手续费，那是非常的不划算。而且呢，如果我是直接去投资美债的话，那我拿到的这些利息呢，是完全不用去缴交股息的预扣税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是投资美债 ETF 的话呢，你这些股息也是不用缴交股息预扣税，但是呢，它会先预扣起来，之后的话呢，才会退还给你哦。那接下来我就来计算我投资这档美债我可以获得多少的报酬。那我购买的价格是19903块，所以我的价差获利就是可以来到97块美金。那主要就是因为如果我直接去投资美债的话呢，那只要我持有到期，那它债券就会以面值的方式去进行赎回。那再来就是利息的获利，那因为我购买了20张的美债，那每一张它的票息率是 4.5%， 然后呢，它会依照面值1000块去进行计算。
所以呢是20去乘上 4.5 再去乘上1000，就是我可以获得的利息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今年我只持有了210天，那所以呢我要去乘上210再去除上365，所以呢我总共可以获得517块的利息。然后购买的手续费是$5，所以加总获利的话呢就是97块再去加上517，再去减掉5块钱，所以我这个美债呢就可以获得$609的一个固定收益哦。那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年均报酬率的话，那就是我花了$19,908块，然后呢在210天的时间内呢获得了$609。那换算出来的话呢，我的年均报酬率就是 5.3%。那这笔美债呢是我今年的第4笔购买的美债。那我今年呢总共呢购买了$7万的美债，差不多就是200多万台币。那为什么我会这样直接去购买美债？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对美国的经济还是比较属于悲观的态度。我认为美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面临一些经济衰退，所以呢我今年还有明年或者是去年的话呢都是属于比较保守的投资。那如果未来呢真的发生了经济衰退，然后呢股灾到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将这些美债给赎回，转手去购买比较便宜的股票，然后来获得比较高的预期报酬。而且呢就算我真的预测错误了，就是美国呢都没有发生经济衰退，那我还是可以每年拿到5%的收益率。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的不错。毕竟以现在的估值来讲，不管是台股还是美股他们的估值水准都是在历史新高。好像是美国大盘 S&P 500指数，就是美国的最大的500家企业的指数它现在的息热本益比，也就是它的一个估值方式呢，它已经来到了历史的第3高的水准。那我们现在去投资这么昂贵的美股的话呢，那我们的预期报酬也不会非常的高。那我不如把这些钱呢拿来直接去购买美债，来获得这些固定的收益哦。好，那至于如何直接去购买美债呢？那我有做一个教学，我把它影片连结呢放在上面这一边。好，你只要花$1000就可以购买美债咯。好了，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别忘了点个赞再走。那 Kevin 持续出不易 ，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，我们回来应该公司债券业务的主题表。